律法中的规条。旧约的律法中有一些器具清洁的规条，这些规条的用意是让人维持清洁，以保身体的健康。这些规条不是道德性的规条，也不是祭祀的规条，也就是如果没有遵守这一些规条，既不伤害人，也不得罪神。但是以色列人却把这些规条变成了繁文缛节，代代相传成了传统。马可福音7章1到15节记着说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，到耶稣那里聚集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。从世上来，若不洗浴也不吃饭。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居守，就是洗杯、罐、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，用俗手吃饭呢？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虽拜我也是枉然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居守人的遗传。又说，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。又说，咒骂父母的，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，已经做了贡献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，废了神的道。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除了吃饭洗手的规条之外，以色列人还为安息日不做工的诫命定了许多规条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吃，还有耶稣在安息日医病，都违反了他们的规条。直到今日，他们在安息日搭电梯都还有每一层都会自动停的电梯，因为用手去按电梯的楼层就是在做工。这些规条是人的吩咐，和道德无关，更不是神的诫命。但是法利赛人却把不守这些规条的人视为亵渎神，这真的是颠倒是非，把无罪的定为有罪。诚如耶稣说的，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在神眼中，不守这些规条不是有罪的，但是去定罪这些不守规条的人反而是有罪的。耶稣没有守法利赛人安息日的规条，被他们定罪为亵渎神，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法利赛人犯的罪可真大啊！这是在上位者需要戒禁的，定了许多与道德性无关的规条来约束和定罪人，可能反而是倒行逆施，违背天意了。